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源社交网络的文章。狂飙，这部片子我不太喜欢，因为里面的民营企业家没一个好人。我希望以后如果再拍有关民营企业家的片子，至少有一大半的民营企业家是好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日前在全国工商联主办的德胜门大讲堂上表示，作为全国工商联知名企业委员会秘书长、亚布力论坛轮值主席、全联民办教育出资者商会理事长，俞敏洪在这次主题演讲中指出两个关键词：信心和转机。在俞敏洪看来，东方甄选的出圈就是对信心和转机比较直观的体现。双减政策之后，俞敏洪带领新东方在线转型直播带货，推出东方甄选。2023财年上半年，转型后的新东方在线营收20.8亿元，同比增长 262.69%， 净利润 5.85亿元，同比增长 207.59%， 这也是新东方在线自上市以来首次盈利。去年新东方做出了东方甄选，抓住了从教育领域走向另一个领域的重大转机。有人跟我说，这一转机给了中国很多创业者或是企业界很大的信心，不过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坦率说，我从没失去过信心，所以不存在要坚定信心这一说，信心一直在我心中。俞敏洪说。对于转机，俞敏洪表示，不要以为企业现在的困难是由于中国经济不好或是3年疫情造成的，有些困难即便在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也无处不在。所谓转机，不是等困难了再去寻找，任何时候都要积极寻求转机。在俞敏洪看来，企业家要有不务正业的能力，对各个领域保持敏感度。就像我开始玩抖音时，天天有人骂我不务正业，现在却因为我的不务正业带出了成果。企业家就是要不务正业。企业家和管理者不是一回事，管理者不用胡思乱想，坚定的执行战略就好。企业家要做的就是天马行空。我跟其他企业家喝酒是为了获取他们的思想，我去其他企业考察不是为了吃喝，而是想着未来能否做出另一个业务模式。作为企业家，如果没有敏感性和学习能力怎么行？ ChatGPT 流行了这么久，如果你从来没去试过，那你怎么可能找到未来的机会？俞敏洪说。以下为俞敏洪演讲内容。今天的主题主要是2个词，一是信心，二是转机。去年新东方做出了东方甄选，抓住了从教育领域走向另一个领域的重大转机。有人跟我说，这一转机给了中国很多创业者或是企业界很大的信心，不过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坦率说，我从没失去过信心，所以不存在要坚定信心这一说，信心一直在我心中。如果只是为了让自己轻松生活，可能20年前我就可以退休了。但从2006年新东方上市直到今天，我没有一刻消停过。今年我61岁了，虽然内心觉得已经有点进入老年状态，面向未来也可能会一地鸡毛，但我仍在坚持做企业。为什么我还在坚持？我做这一切并不仅仅是为了要高唱为祖国繁荣、社会进步和人民的美好生活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自己内心对于价值的一种需求。我只有在做自认有价值的事时，内心才会感到充实。而这种充实和为社会做贡献并不矛盾，很多时候他们是融为一体的。你让东升、陈东升这样的企业家天天坐游艇出去玩，他们可能1分钟都受不了。我们都觉得这样闲玩的人生太浪费时间，不合算。到今天为止，我认识的真正的企业家基本看不到他们胡吃海喝的行为，而是都在追求一种自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想强调的是，所谓有价值的事，一定是和祖国大的发展方针连在一起、电视剧的。如果连国家大形势、大方针都抓不住，那么其他一切都免谈。今天的中国确实面临很多挑战，3年疫情、中美关系、俄乌战争等等，这些变化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让企业各方面都遭遇了很多挑战与困难。但上到最高领导，下到平民百姓，所有人都希望中国能够好下去。至于怎么做才能好，也许每个人想法不同。但对于我来说，想要中国能够好下去，有几个要素一定是存在的。第一，我们要面向未来，去做与祖国发展同步的事情。第二，必须要去做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益的事情。第三，必须要做内心从价值观到底线上过得去的事情。第四，要尽可能将各领域中可以应用到的技术，比如最近大家热议的 ChatGPT 和能力不断融合，转化为实际行动，促进企业发展。这里涉及到2个重点。第一，要面向未来发展。从大面来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没有一个人希望祖国衰退，也没有人希望回到原来一穷二白的时候，这是全体老百姓的需求。
尽管需求细微处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正是这一个个小的不同，最终汇成浩浩荡荡的洪流，凝成祖国不断繁荣富强的动力。两会马上要召开了，虽然今年我不再是两会代表，但我也会密切关注两会的动向，因为它与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密切相连。无论如何，我认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步发展，两个毫不动摇的主题一定不会变。有了这个底线，企业发展就有了最重要的保障。疫情拉低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疫情之后，很多人非常着急加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按说这种情况，大家钱不多都不买书了，但在新东方3个平台上，书卖得极其火爆，大家拼命想学习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机会。这几天会展中心图书展览会上人山人海，挤都挤不进去。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印证了我所说的，每个人都想要抓住面向未来的机会。第二，无论中美关系走向如何，全世界合作共同发展的大趋势不会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让自己的国民陷入到与世界孤立的地步。从这个意义来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领导人也一直表示中国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国与国之间要积极寻求合作共赢。同理，企业家之间的横向合作也非常明显。亚布力论坛企业家在一起讨论未来发展和横向合作的机会和次数比原来多得多，各级地方政府邀请企业家去考察投资的愿望更强烈。今年我是亚布力论坛轮值主席，尽管只有1年的任职时间，但陈东升理事长给我派发了无数的任务，让我觉得接手这个主席超级后悔又超级兴奋。现在我有事干了，我预料2023年会出现各种横向联合，企业家与企业家之间，企业家与投资者之间，企业家与政府之间的横向联合会密集到让很多人忙不过来。这就是机会。尽管企业历经艰险，但我周围的很多企业家依然充满信心。未来我们是否还会遇到一些人为或自然灾害？是否会遇到很恶劣的情况？无疑，困难、困境肯定会有，但人生如果没有困难，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如果没有痛苦，我们又怎么能感受到幸福？困难和机遇永远相辅相成。之前双减政策出来，我们也没有抱怨，当时新东方内部也没说因此就别干了。其实新东方完全可以关门，但不干了这样的想法从没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过。即便在危机之下，我依然可以做到新东方有余额给员工发奖金。这就说到了第二个词，转机。首先，机会一直在，关键是你有没有能力抓住转机。2019年我就提出教育领域需要整顿，虽然没想到整顿力度这么大，但只要国家做了决定，我们执行就好。执行的越好，未来机会就越好。当时按照国家指示，新东方第一个表态，坚决不做 K12，25万套桌椅全部捐献给农村地区和山区，光运费就花了几千万元。人总会有迷茫的时候，大多数企业遇到困难时，至少要有半年的时间去解决困境，还要有家底。新东方这2件事都做到了。双减之后，新东方花掉了接近200亿元，但即使这样，家底依然还能再熬2-3年。遇到任何困难，企业不要抱怨，而是要去寻找出路。双减政策一出，可能教育领域的机会变小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国家只是限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教育，但还有其他机会。新东方其他的教育领域依然做得很好。去年我在论坛发言时，双减刚刚来临，我当时有点强作欢颜地说，大家不用担心，一定会有机会的。今天我在这儿可以骄傲地说，我们已经抓住其中一个机会，未来还在抓第2、第3个机会。第二，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讨论转机在哪里。一回头就看到的不是个转机，你需要经过反复思考，有时你没意识到的地方恰恰就是转机。2020年我去了一趟甘肃武威，那里文化底蕴深厚，我有不少朋友在那儿。我去了之后，当地领导就说，你能不能帮我做1个小时的农产品直播？我当时压根不知道什么是农产品直播，甚至从没把任何产品挂过小黄车。我一听到当地领导这么说，心里很担心。我说，我可能1个瓜都卖不出去。他说，你不用卖，只要有卖瓜的视频，且允许用你的视频来宣传就行。当时我用了1个小时，卖出了8000箱瓜。虽然我也早就听过李佳琦等人在淘宝、天猫上卖货，但当我自己卖完瓜以后，就发现这是一种新的销售模式，我当时就把它种在了心里。去年关于新东方未来的方向，我们内部讨论了5个月。我觉得我们可以卖东西，但当时没人觉得这个想法靠谱，他们认为卖货这条路一定走不通。但我觉得能卖出来，理由很简单，在售卖货品、介绍产品时，如果能说会道就很利于销售，而新东方员工都是知识分子，是老师，有能说会道的天然优势。
于是，新东方员工都开始学习卖货。第一次卖货是用我个人品牌卖的，4个小时才卖出400万元，其中一半的货品还是被新东方的人买走的。当时所有人又都觉得这条路不行，但我认为坚持新东方的核心竞争力很重要。看起来我们是在卖东西，其实我们是在卖背后的文化。在我们的坚持下，终于引爆了东方甄选。即使在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企业还是会遇到各种困难。科技发展并不会让压力减少，产品过时、供应商断供应链等等都是压力。不要以为企业现在的困难是由于中国经济不好或是3年疫情造成的，有些困难即便在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也无处不在。所谓转机，不是等困难了再去寻找，任何时候都要积极寻求转机。作为企业家，各领域发生了什么事，你真的关注了吗？就像我开始玩抖音时，天天有人骂我不务正业，现在却因为我的不务正业带出了成果。企业家就是要不务正业。企业家和管理者不是一回事，管理者不用胡思乱想，坚定的执行战略就好。企业家要做的就是天马行空。我跟其他企业家喝酒是为了获取他们的思想，我去其他企业考察不是为了吃喝，而是想着未来能否做出另一个业务模式。作为企业家，如果没有敏感性和学习能力怎么行？ ChatGPT 流行了这么久，如果你从来没去试过，那你怎么可能找到未来的机会？第三，企业做生意最好的时候，如何进入新的领域进行尝试？如何在第一曲线非常兴旺时就开始思考第二曲线？企业要思考发展的第一曲线、第二曲线、第三曲线。即使没有东方甄选，新东方现在依然很好。我们在教育领域中依然有7、8个领域在蓬勃发展，而有些只做中小学的教育公司就没了。做企业要学会专注在对的事情上。作为企业带头人，任何事都必须以身作则，否则没有出路。新东方成立时的第一堂课是我上的，东方甄选第一批货是我卖的。你是带头人，就必须先往火坑里跳，你必须先承担责任。事情如果没做好，就是你的责任，你要先将它承担下来。如果企业领导人不想变革，或者只是口头说说，变革只是他安慰手下的口头禅，那底下的人又怎么会变革？第四，做任何事，你的转机必须朝着和祖国共同繁荣、人民共同发展的方向去做，这是每一位企业家的责任。如果这点做不到，只想赚钱或是投机倒把，最后就会跟电视剧《狂飙》里的高启强一样，一定会出现无穷无尽的后遗症。狂飙这部片子我不太喜欢，因为里面的民营企业家没一个好人。我希望以后如果再拍有关民营企业家的片子，至少有1大半的民营企业家是好人。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的胡说八道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和耐心，祝大家2023年越来越好。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